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还在甘肃张掖。前几天我们在河西走廊的三丹县看到了一座2000多年的关口，以及呢明朝时期建的古城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是来看一座汉唐古城，这是我们国家迄今发现保存最完整、最大的一座汉唐古城。它这里呢不光是一个古城，在1600年前，这里呢还是一座都城。我们在河西走廊，包括新疆，看到了很多古城，能够看到都城还是比较难得的。现在呢，就去里面看一看这座宏伟的千年古城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骆驼城遗址集墓群，也就是说，这里呢不光是一座古城，还有很多墓葬。其实这个很好理解啊，这个骆驼城在以前作为一个都城，那么肯定有皇帝居住，还有王公大臣、皇室都居住在这个地方。这个都城呢，又不是一两天在这里，那自然而然的话，有一些王公大臣、皇室宗亲去世之后，就埋葬在这个都城附近。这就跟我们在南昌看海昏侯墓一样，按照考证，海昏侯墓当时呢，就是在以前的老的城市旁边，他当时是在里面生活，去世之后就在城外打造了一个墓地。那么这个骆驼城也是一样的道理。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古城的外面，从航拍可以看到非常震撼。我们站在这个底下呢，也是很壮观、很震撼的。我现在离古城大概还有100多米，就能够看到这个城墙非常高啊，高的地方大概有10多米。现在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古城的历史。刚刚我们看文保碑得知呢，它是叫做骆驼城。大家会有疑问，为什么会有这样古怪的名字？是不是跟骆驼有关？确实是如此啊。这个城市后面废弃之后，附近的人呢就在这里面放牧，因为刚好有城墙可以圈起来嘛。慢慢的，人们呢就在里面养骆驼，最终呢大家就叫做骆驼城。那其实最早的话，这座城市呢是叫做建康。听到这个名字，大家应该会想起南京。南京呢被称之为6朝古都，在当时呢就叫做建康。那这个地方真的是跟南京有关系啊。大家会觉得奇怪啊，南京离这里非常远，1、2千公里，怎么会有联系呢？这个古城确切来讲是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存在了。当时汉武帝派霍去病打通河西走廊之后，设立了河西市郡，那么下面呢还有很多县，这个地方就是当时的表示县的治所，相当于县城所在地。从西汉到东汉呢，这里呢一直都算是一个县城。西晋灭亡之后，北方不是出现一个五胡乱华吗？很多北方的人就南迁或者西迁。当时呢，河西走廊有一个割据政权叫做钱粮。当时呢，他为了安置关内来投的南民，就在骆驼城故址啊重新建了一个郡，并以东晋王朝都城建康来命名。当时西晋灭亡之后，剩下的王公大臣包括其他人去了南京，重新建立了政权。我们是称之为东晋，在当时呢仍然称之为晋朝，就跟后面的北宋、南宋一样。当时的皇帝赵构，包括后面的皇帝，他不可能说这是我南宋的家乡，仍然说是我大宋的江山。那在东晋那个时候是一样的。当时以建康来命名，主要是标榜效忠晋王室，来追求北方汉人的支持。说的好听一点，就是为了笼络人心。这个时候其实已经进入到中国古代比较混乱的时代、战乱的时代。这个政权呢，在公元376年被前秦所灭。后面一个匈奴人以建康郡为根据地发展势力，最终呢建立了北凉政权，它是16国之一，从而使骆驼城成为北凉政权的发祥地，早期的都城。北凉政权是成立于公元397年，灭亡于公元460年，存在的时间是63年。它早期都城是骆驼城，到了公元412年定都武威，也就是说在骆驼城的时间是15年。这个是匈奴的第一个都城。匈奴属于游牧民族嘛，一般是没有固定的城市的。从这个时期开始呢，它有固定的都城，也算是从游牧文化
转变为农耕文化。现在发现的匈奴都城，一是今天看的骆驼古城，另外一处在陕北的统湾城。之后匈奴就慢慢的消失在历史长河当中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情况？主要就是由于他们从游牧民族转变为农耕文化，融合进来了。他们不想再过以前那种游牧的生活，这也是封建社会农耕文化的先进性。这个古城建立之后就非常繁华。首先呢，作为一个都城，那人口肯定是非常众多的，而且呢，这里呢又处于河西走廊的中间地段。张掖这个地方是河西走廊非常一个重要的地理位置啊，我们叫做金张掖。可以想象出来，这里的地理位置包括环境都是非常好的。它这个骆驼城既然选择在这里，一个呢是位置很关键，还有一点呢，水源也是比较丰富。从河西走廊去西域，基本上都要往这里路过，从而呢就比较繁华。从这个地方建成开始，到唐朝时期啊，都是比较发达的。特别是到了唐朝，它的功能有所改变。在武则天时期，有一个大将王孝杰，这个很多人看过那部影视剧都知道了。他当时呢在这里屯兵，最高的时候，这里大概是有5000名官兵。有5000名官兵呢，那配套的设施同样要有，配套的人员一样也有。5000名官兵的话，加起来在这个城里面生活的人呢，可能是1-2万人。包括当时过河西走廊的商贾云渠，我们就可以想象出来，这个城市呢是非常繁华的，可能可以媲美张掖古城。到了唐朝安史之乱之后，这个形势就有所变化了。大家都知道，安史之乱之后，当时为了平叛唐王朝呢，把这些边疆的部队都往回调。你像河西走廊的部队就不用说了，他还把安西都护府，就是西域那边的士兵往回调。调回去之后要平叛嘛，肯定会有损失，特别是经过在香积寺之战呢，大唐的边军部队基本上损失惨重啊，基本上损失殆尽。当时双方的话，基本上有10万部队和15万部队对打。这个全是大唐最精锐的边疆部队呀，全部是从外面调回去的。结果呢，在那里1天基本就打完了。那打完了，这些边军就没有了。那么河西走廊也好，西域也好，肯定就没有人守护了。到了公元766年，吐蕃就开始攻打河西走廊，最终呢，把这个地方剩下的官兵全部弄没了。这个城市也遭到破坏，很有可能呢一把火烧掉了。其实呢，整个河西走廊很多城镇呢，汉唐时期的都是被吐蕃那个时候破坏了。可以想象的出来，吐蕃当时的实力还是很强的。这座城市在那个时期被毁之后，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作用了，也没有人生活了。从这个时候开始呢，基本上在历史长河当中也没有它的记载。后面呢，慢慢就变成当地老百姓用来养殖的地方，养骆驼的地方。骆驼城的名字就是这么由来的。介绍了一下这个古城的由来，现在去里面走一走，看一看。已经来到了门口了。这个地方应该也是很好理解的，大家一看也非常熟悉，是我们常说的翁城。这座古城它的翁城不止一座也是有好几个的，主要也是由于它分为南北2层。这个翁城明显的可以看到非常大，当时呢是从这边进去，从东门进去，然后呢再拐个弯，非常巨大呀。我们可以看出来，它这个墙基厚度大概是有6米，残存的城墙呢也有6-7米高。那么可以想象，在当时建造这座城池的时候，它更宏伟。这座城池呢是有2000多年的历史，后面是经过修缮的。魏晋南北朝以及唐朝时期肯定都经过修缮。
我们可以在脑海中想象，当年这个地方可以说是非常热闹的，商贾云集，当时的老百姓、商人、官员都是通过这里进出的。现在呢，我就是站在这个瓮城的里面，可以看到真的是非常高大呀。这个瓮城的面积可能都有100来平米。瓮城的作用大家都知道了，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，瓮中捉鳖。瓮城这一块的厚度基本上比城墙会厚很多很多。你看这里的明显宽度有10几米啊。当时如果敌人想从这里进去的话，是很难的。这个骆驼古城坐北向南，平面呢呈长方形，东西宽425米，南北长704米，分为南北2座城，中间呢是靠一道墙分开，其中呢这个墙上也有一道瓮城。这样算起来的话，骆驼古城的北城明显比南城更重要。等一下呢，我们还在北城里面能够看到很多建筑的遗迹。这个地方总的面积达到30万平方米，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，这个城市确实是非常大呀。在那个时期能建造这么大的城池不简单呢，因为那个时期的生产力、技术都没有我们现在高。那么要建造这样的城池，肯定是花费了长时间，并且呢是花费了巨大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去建造的。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古城保留下来的瓮城、角墩、腰墩、城墙等等，是国内现存最大、保存最完整的汉唐古城。那么这个南城的作用是干嘛的呢？基本上就是当时老百姓生活的地方。在封建社会呀，它的都城一般会这么区分：外城、内城、皇城。外城呢，就是一般老百姓、商人居住的，它还会这样划分：老百姓是在一个角落，商人是在一个位置，因为商人毕竟实力比老百姓好一点嘛。而内城呢，达官贵人、王亲贵族、文臣武将居住的。皇城呢，肯定就是皇帝居住的了，一般都是这么区分的。古代的建成一般都遵循这种方式。我们在里面呢，可以看到很多石头，还有很多这种遗留下来的砖块，基本上都是汉唐时期的。可能往里面走的话，能够看到更多。站在这个瓮城上面看看这个城墙，现在这里看的话，可能才2米，主要是由于风化，泥土呢全部掉落下去了。毕竟1000多年还能够保存这么完整，已经非常了不起了。从这里看它的宽度的话，上面以前可能有2米左右，下面的话宽度有6、7米。整体这个古城就是城墙，它有个特点，外面呢是比较笔直，就这样垂直上来，而到了里面呢就有一点坡度。这个我们也讲过很多次了，它是防止倒塌嘛。你如果说敌人直接用那种很厚的木头撞击的话，有这个坡度能够更好的保护。我们还在城外，这里有一个缺口，不知道是当时的城门还是后期开的，往这边看一看。这种黄土夯筑的城墙还是长城，它都是一层一层的，这个已经解释过很多遍了。这里的话残存可能有7米左右吧，我们就从这里进入内部吧。这个条纹还是很好看的，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发明这种筑城方式，是不是很厉害呀？在这个南城这里好像还有个小城，这里不知道是干嘛的。来到里面发现这面积还挺大的，在南城的西南角，也是整个古城的西南角。我查了一下资料，有一种说法是这里就是当时的皇城宫城，我觉得有点不可信呐。整体这样的城池是坐北朝南，正常来讲的话，皇城就是
比较重要的一定是靠近北边，这是历朝历代建成的一种方式。作为皇城，我觉得不可能。那么作为其他的作用呢，又不知道，这个就很奇怪了。难道是当时的一个职能部门在这里吗？我猜想，很有可能是不是唐朝时期弄的？唐朝这里呢，变成了一个军事重镇。刚刚我们说了，武则天时期的一个大将王孝杰呢，还在这里屯兵过。前方那里有一个墩台，明显高出地面1-2米，并且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小的壁龛，明显应该是以前放佛像或者是其他的。那么这里难道是一个寺院吗？也有可能啊。我们现在走上去看看，这里明显是更高，在当时上面应该是有其他的建筑，寺庙或者是衙署的遗址，皇宫这里肯定是称不上了。疑问太多了。在这里面看到很多砖块啊，这应该是属于汉砖吧。在古城里面，砖瓦一定是有的。这个古城呢，当时考古呢发现很多壁画，西晋时期的、魏晋南北朝的以及隋唐时期的都有，特别是还有开元盛世时期的那个砖壁画呀。在前方看到围起来的，那么应该是有东西，不知道是不是暗道，走过去看看。这边是在南城里面，离那个小城可能就70-80米的距离。哇，好大呀！这是什么呀？我查资料说这里面有一口水井，很有可能这个就是啊，因为暗道应该不会弄成这个样子的。这可不能摔下去，摔下去肯定是爬不上来的。按照资料说是大概5米，那么就证明这个地方地下水在唐朝时期大概是5米。那现在的地下水已经达到30多米了，也就是说，经过这1000多年，这一块的地下水已经向下沉淀，越来越少了。现在我们往北边进发了，去北城看一看。南边这边没有什么，前方不远处呢就是北城，南北它是靠一道墙分隔开的，中间呢也是有一个瓮城，我们同样从这个瓮城进去。这就是北边的瓮城，感觉比南城的瓮城保存的更完整一些，而且还更大一些。再看看这个瓮城，真的像巨无霸一样的。来到这个北城，一眼望去，好像也没有什么了。到了前面就没有了，那边看起来是有点像沙漠的感觉，就是风沙侵袭了。又看到这种砖块了。在这个北城里面，这种砖块看到的更多，前面都是啊，那么就证明这一块当时建筑应该是更多。这一块都是有瓦、有砖、有石头，那么这一块当时是应该有房屋的。为什么这样讲？你看。这里是高出平面一点，前方也是，这边也是，就证明这里当时是有很多建筑的。不过现在确实看不出什么来了，城墙的话已经看不到了。单单从这个画面看的话，北城规模比南城小很多，北城的北墙已经没有了。当时建造这座古城的时候，它肯定也是依着水源、依着河流建造的。这里明显还有河道的痕迹，北城的北边这一部分已经被河流冲刷掉了，从而说北城具体有多大，我们现在也看不出来。
从刚刚北城地上的那些砖瓦片可以看得出来，北城呢当时居住的人员肯定是达官贵族。在汉唐时期，这个地方是非常热闹的。同时，在这里还有一些建筑能够突出北城，更重要就是中间的这些墩台，我们称之为腰墩，在东边和西边都有，这应该属于一个防御性的工事。这个墩台也可以说是一个角楼，刚好呢能够保护这个城墙。北城的建筑其实挺完善的。现在继续去旁边走一走。唐砖汉瓦，这个瓦片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。你如果在这个里面要收集瓦片的话，还能收集很多啊。这一块都是，反正瓦片砖块集中的地方，它建筑应该是比较宏伟、比较大的。假如说北城是内城和皇城，那么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想，这道墙呢是一个分界线，也是两个世界的分界线。在那个时期，普通百姓的生活，它只局限在外城，是不能来到这个内城里面的。这边都是达官贵人、王侯将相，可以想象得出来，这里面的生活呢是非常奢侈、非常奢华，而外面的人呢，就是在奔波。因为内城的人是享受外面的人做出的贡献。你比方说，附近要种植、要养殖，都是属于南城、外城的人进行去劳作的，而这个北城、内城里面的人，他是享受外城那些人带来的成果的。从而说，一道墙，两个世界。又看到一个方向的翁城了。这个古城，它当时作为一个都城，那么往来的人员很多，四面八方都有。从而说，它的翁城也是一样，都比较多。那么这样可以算起来，这也是我们迄今看到，或者是说一个古城保存翁城最多的。在封建社会建造一座城，它特别重视防御性，特别这里当时还是都城。你像我们现在看到的，又可以称之为腰墩，中间的刚好和城墙连接起来了，并且比城墙还高。像这种布局、这种结构，我们看到的古城里面是很少见的，真的算是大开眼界啊！这个古城我们就差不多看完了。现在从这个翁城走去，不管当年这个地方再豪华、再繁华，或者是再有其他的作用，随着时代的变迁、历史的因素，这里呢，最终可能就变成时间里面的过客，也是历史当中的一粒尘埃。当然，这个建筑再隔1000年，可能也还在。来到河西走廊，一定要来这些古城看一看，了解一下。已经走出骆驼古城了，那这个视频我们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